今天给老铁们介绍这部2025最新恐怖片《肉食日》，大家猜猜谁才是真正的王者？老卡打开一个小铁门，哇塞，一头饿极了猪冲了出去，循着血腥味直奔卷发妹而去。这个场景太恐怖了，大卡不敢看也不敢听。一阵看到之后，卷发妹被那只猪吃干舔净，可不要见怪了。其实猪是杂食性动物，什么都吃的。那么这座生猪屠宰场到底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原来在几日前，丽丽拿着手机正在偷拍，这是一处生猪屠宰场，她要不是这里的员工，就没有这个便利条件。她的行为被大卡看见，立即追了过去。Als mijn broertje zegt, blijf staan, dan blijf je staan, ja? 很快丽丽被小卡抓住，随后她被带到办公室。这里老板就是老卡，也就是大卡和小卡的父亲。他翻看了员工登记表，然后因为丽丽偷拍的行为，决定开除她。丽丽表示老卡的行为违反了欧盟有关雇佣员工的规定。老卡瞪着眼表示 Wat weet jij ervan? In onze werkregels staat geen mobiele telefoon op de werkplek. Die varkens verdienen een goed leven. Beter dan dit. Die varkens zouden niet eens leven zonder ons. Sterker nog, ze leven hier dankzij ons. En hoe, dat bepaal ik en niet jij. 哇塞，丽丽好有同情心，她竟然把猪当成了同情对象，这搞得我有点三观尽碎。老卡不愿意再多说下去，把手机一掌拍断，让丽丽赶紧滚出去。丽丽气得也不拿受损的手机，立即离开生猪屠宰场。当她骑着自行车远离时，她从手臂衣服袖子里又拿出一部手机，嘴角流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哎呀，丽丽很聪明啊！看样子生猪场的内部视频还是被偷拍下来。一日后，在一个街心公园，一名男子被吊在树上，随后有人拿出一把匕首当场开膛破肚，吓得周围的人大叫不止。不过大家不要怕，这只是一场作秀而已。这是当地著名的动物保护组织所谓的动物军团，正在做动物保护宣传。那个被吊的男人在扮演被人类屠杀的动物，而拿着喇叭叫喊的女人名叫玛丽，是他们的领头人。他在告诉群众不要滥杀动物，包括猪也是，规劝大家不要吃猪肉。这时丽丽来到了现场，她一直渴望加入这个组织，但这是有门槛的。现在好了，那个偷拍的杀猪视频成了他的投名状。老熟人卷发男，他也是玛丽的手下，看完视频后很满意，就让丽丽晚上来见玛丽。天黑了，丽丽来到动物军团的老巢，这里充满了嬉皮士的风格。玛丽非常欢迎丽丽的加盟，对丽丽所拍的视频大为赞赏，简要介绍周围几个人，然后就问丽丽是怎么做到的。丽丽表示屠宰场正好招聘暑期工，而她的同学就是大卡，于是通过大卡介绍，就潜入屠宰场工作了4个月，前天请病假，然后再进入屠宰场才偷拍到的。玛丽觉得丽丽很有头脑，接着她决定今晚就去老卡的生猪屠宰场解放那些猪，丽丽完全可以带他们进去的。这可把丽丽惊到了，毕竟这个行为属于私自进入他人物业，属于违法。然而凭着玛丽3寸不烂之舌，同时也为了解救那些小猪，丽丽答应。到了半夜，他们一共2男3女共5人，戴上猪头面具，在丽丽的引导下避开大门的摄像头，然后潜入老卡的生猪屠宰场内，平头哥用铁剪刀剪断猪场的铁帘。没想到里面非常的安静，一头猪也没有看见。玛丽觉得丽丽是不是搞错了？丽丽表示她被赶出这里时还有很多的生猪，这下玛丽意识到他们来晚了。他表示肯定是这里的人已经把生猪转移了，但是今晚也不能白来一趟，必须给这里的老板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于是就带着大家在墙上涂鸦作画。过了好一阵，在一旁望风的丽丽发现有人朝着他们走来，于是提醒大家赶紧躲起来。来人正是小卡，他看着墙上的那些涂鸦文字和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就骂这些人都是垃圾。墙上的文字意思是屠夫没有肉吃。小卡觉察到周围阴暗处藏着人，就让玛丽他们站出来。Stelletje tyfusactivisten. Niemand gaat hier weg voordat alles hier weer schoon is. 玛丽一看就小卡一人，他们立即嚣张起来，反而把小卡打倒在地，勒住脖子，逼问小卡是否还有其他人吗？小卡表示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住。随后他们就把小卡带走。丽丽这下有些紧张，拉住玛丽就问等一下警察来了怎么办？玛丽一脸不在乎。
Zitten we samen in de cel voor een nachtje. Best een leuk verhaal voor later, toch? Wat gaan we doen dan? We doen alleen wat nodig is。丽丽一听好像是这么个理，于是也壮起胆来。随后他们来到了小卡所住的房子里，小卡的家就在屠宰场的后院，里面摆放了很多老卡杀猪的照片，其中还有个老卡在杀猪比赛所得的冠军奖品，那是一把锋利的杀猪刀。突然小卡大声喊叫，提醒屋内的人小心。玛丽他们七手八脚的把小卡扑倒，堵住嘴巴。随即卷发妹拿着手电筒来到2楼查看，没想到有位少女躺在床上，她是老卡最小的女儿艾琳。她看见卷发妹进来，自然是吓得瑟瑟发抖。卷发妹温柔的让艾琳不要害怕，她是不会伤害艾琳的。接着卷发妹发现床头柜上有一些药品，很快其他人把大卡也抓了，然后让他们兄弟俩坐在沙发上。大卡哀求玛丽他们不要伤害楼上的妹妹艾琳，接着表示妈妈刚去世，父亲老卡出门一时半会是回不来的。玛丽就好奇地问那些猪去哪里了，小卡讥笑地表示父亲早已预料到，已经提前处理完了。玛丽气坏了，她认为这家人都是屠夫，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猪，今晚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然后吩咐平头哥给大卡的左耳朵打上塑料标签牌，就像给猪耳朵打标签牌一样，这就是一种侮辱。而卷发男就拿着手机录制，他们打算放在网上播放。大卡痛得哇哇大叫，还把艾琳惊到了，他一句话也不敢说。大卡气得狠狠盯着玛丽看，仿佛要把她吃掉似的。玛丽就调侃起来En je oor is echt de minst pijnlijke plek om op piercing te zetten. Hey, zal ik anders de volgende tussen je ballen zetten? 事情到这一步，丽丽觉得差不多了，就打算走，可是被平头哥阻止了，因为大姐头玛丽还没有发话可以撤退。卷发男也劝说丽丽不要离开，让她相信玛丽所做的决定。接着玛丽逼着兄弟俩把他们带到屠杀那些猪的工作间看看，大卡兄弟俩就不肯，可是丽丽知道在什么位置，于是玛丽就让卷毛男和平头哥看守大卡，他和丽丽押着小卡去屠宰工作间看看。当他们打开电灯，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工作间，里面杀猪的工具齐全。玛丽就逼着小卡介绍一下杀猪的全流程，他们在一旁拿着手机录制着。Van om de hoek komen de varkens binnen vanuit de stallen, dan worden ze daar verdoofd, dan worden ze daar onthaald en dan gaan hier de organen eruit, dan gaat het vlees eruit. Oké, rustig. Niet zo snel, dat is wel heel makkelijk, hè? Zo laat je het allemaal heel normaal klinken. 没错，其实老卡一家已经足够照顾了猪的感受。接着大卡还详细介绍如何使用镇定剂。Nou, hier komen de beesten binnen. We hebben 2 manieren om ze te verdorven. Te vermoorden. Schietmaskers. Je schiet in een pin in het hoofd van het varken en dan is hij ook meteen in één keer helemaal verdoofd. Pijnloos. Voelt u niks van. Maar wij zijn overgestapt op een andere manier van verdorven. De elektrotang. Deze zetten we op het hoofd van het varken. 玛丽表示不服，认为小卡怎么会知道猪到底痛不痛。大卡表示自己在小时候也觉得很同情那些猪，等长大了就明白，猪就是为人类提供丰富肉类蛋白质的物种，不存在惨不残忍之说。玛丽简直要气疯了，等于这段录像白录了，这完全跟他们动物保护理念不同。于是就在那里大骂小卡，小卡趁机发生碰撞，然后关闭灯光。这里他太熟了，这是他的优势。玛丽他们也没有被吓到，毕竟人多势众。他们就开始在工作间里搜寻小卡，几分钟之后也没有找到，这时大家就有点慌神。玛丽就把头套脱了，她先去找电灯开关，万万没想到小卡突然出现在丽丽的面前。哎呀，这个玛丽竟然携带一把这么长的大刀，她已经怒火中烧了。她决定让小卡尝尝脑袋被电击的滋味。这种电击原本是让猪瞬间安静下来的，这种电压只是针对猪的，但是对人那就差口气，所以小卡是不会被电晕，只会被电击的嗷嗷大叫，痛苦不堪。丽丽实在录制不下去，她觉得玛丽这样对人也太残忍了，于是就喊停，小卡就得以喘息一会。玛丽沉默了几秒后表示自己没有疯，然后调大电压继续电击小卡的脑袋。哇塞，这个玛丽还说自己没有疯，这简直疯狂至极，残忍至极。丽丽气得浑身颤抖，勇敢地上去把电源拔掉。小卡就在地上喘着粗气。玛丽从背部拔出大砍刀，
爷，小卡很厉害啊，竟然反手抢过刀控制了局面。他喝令两人坐下，然后解开莉莉的面罩。这下可把小卡气坏了，实在没想到竟然是莉莉在做这种事，口里就夸奖父亲老卡有先见之明。莉莉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拿起地上的螺丝刀插进小卡的脚上，这是莉莉他们造成的第一次人身伤害。哇塞，那里面都是滚烫的开水，可是玛丽的心就那么的硬，站在那里就是纹丝不动。10几秒之后，莉莉把小卡拖出来后已经晚了，小卡的脸部被重度烫伤，而且内脏有可能也被烧伤，他就在地上微弱的挣扎着。哇塞，这件事被搞大了，而且大概率要出人命的。莉莉吓得哭起来，她想叫救护车来救小卡的命，可是遭到玛丽的阻止，因为她不想被警察所知，拉着莉莉就跑。另一边，大卡也听见了小卡的惨叫声，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平头哥也想知道出了什么状况，于是就让卷毛男留下看守。他想找过去看看，突然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哇塞，老卡竟然端着猎枪出现在他们的身后。这是因为老卡提前回家了，他让两人跪下来，然后单手解开大卡手上的绳索，把枪交给大卡。他抄起那把锋利杀猪刀冲上2楼，去看心爱的小女儿艾琳怎么样了。卷发妹听到动静早就躲进衣柜里。老卡看见女儿一切安好，接着看见地上的面具，知道还有人藏在这里。柜子里的卷发妹吓得瑟瑟发抖。随后卷发妹也被老卡带到楼下，而玛丽就和莉莉回到这里。他们看见老卡他们有枪，于是就躲了起来。老卡带大卡把3人抓进冲洗间，每个人跪在地上，手腕都被简易的铁铐锁起来。大卡就把过程简单的描述一下，希望打报警电话。然而老卡非常的愤怒，就让大卡去找小卡，看看他怎么样了。大卡只好拿着枪照办。其实老卡打算羞辱他们3人一番，就放他们走，那么这件事就算完了。随后他就在那里挨个羞辱3人。正当他沉浸在报复快感之中，突然满脸血污的小卡出现在老卡的身后，然后晕倒在地，这可把老卡惊呆了。他伸手抚摸小卡的头部，没想到竟然把小卡的皮肤带了下来。哇塞，我都不忍直视。老卡不停地哀嚎着，毕竟小卡是他儿子。几秒之后，小卡彻底嗝屁了。平头哥还不识时务的大叫着希望放他们走。老卡也不说话，转过身对着平头哥脸部就是一阵狂扁。几十秒后，平头哥瘫在地上口吐鲜血，估计有只眼睛要被打瞎。与此同时，大卡发现玛丽和莉莉踪迹，于是端着枪到处寻找起来。很快他击中了玛丽的腿部，莉莉也出来投降。另一边，老卡打累了，就坐在那里喝口老酒，缓缓劲再打。没想到卷毛男居然挣脱了铁铐，一路狂奔出去。可是在外面还没有跑上几步，他就被老卡开着推土机追了上去。哇塞，卷毛男竟然被压进泥巴之中，老卡真是下死手了。而大卡压着玛丽和莉莉来到分解室，没想到被两人推出了门外。随后玛丽和莉莉找不锈钢的台面下躲起来，这时老卡扛着一件物品走进来，正好把那个物件放在台面上，接着就听见电锯的声音，很明显老卡正在切割什么。两人大气不敢出，很快一只手从台面上垂了下来。哎呀，老卡正在切割人体，渐渐少量的人体组织往下掉，两人彻底吓尿。过了好一会，老卡分割完毕，开始装箱运走。这下莉莉看清楚箱子里面的人头，没错，正是卷发男的尸块。等老卡走了，两人赶紧换个地方躲。莉莉建议包扎玛丽腿上的伤口，她表示要出去找救兵，让玛丽不要乱动。大卡找了一圈没看到人，只好返回。他看见地上小卡的尸体，也是痛苦不堪。大卡端起枪几次要杀卷发妹，可他就是下不了手。这时老卡回来，臭骂他这个儿子是个懦夫，然后命令大卡解开卷发妹的手铐。卷发妹当然就要跑，老卡一个箭步上前，用铁钩勾住卷发妹的肩膀，就像拖着死猪似的。一路上老卡愤怒地喊着：“Jullie vinden het toch zo zielig, hè, voor die varkens, dat jullie geen vlees eten?
En eens kijken of die varkens het ook zo zielig voor jullie vinden. 不久，老卡把卷发美拖进一间特殊的猪圈，他又开始刀逼起来。Weet je wat er gebeurt? Als een varken bloed proeft, dan worden ze helemaal gek. Ze vreten elkaar helemaal op. Naar huid en haar. 说完，老卡就要打开一个小铁门。此时大卡就想阻止父亲，可是老卡表示他们这些人都罪有应得，然后打开一个小铁门。哇塞，一头饿极了猪冲了出去，于是发生了片头那一幕，卷发妹被那只猪吃干舔净。不要见怪，其实猪是杂食性动物，什么都吃的。老卡大呼一口恶气，感觉舒服很多。与此同时，莉莉就走了平头哥，然后跟玛丽汇合在一起，三人准备互相搀扶着逃离这里。老卡回去发现平头哥不见了，于是拿着枪找过来。平头哥表示不服。结果三人都被倒挂起来。老卡现在就当他们三人就是三只大猪，现在就剩下莉莉大声喊叫。老卡表示叫那么大的声音也没有用，是没有人听得见。随即他一边磨刀一边臭骂他们，先是把平头哥开膛破肚，瞬间猪下水掉了一地，接着他拿起刀要刮了莉莉，可是脑袋被撞击了一下。原来大卡是跑来阻止父亲再次杀人的。老卡怎么想不通，他怎么生出这样的儿子，然后把大卡暴打一顿。他希望死去的是大卡而不是小卡。莉莉就趁机挣脱绳索跑出去，老卡拿起电锯追了过去，两人就在屠宰场里转来转去，最后莉莉逃无可逃，被老卡堵在房间里，他只好躲进那些装满猪杂碎的大篮子里。老卡也觉得奇怪，就这么大的房间，可是人就不见了。哇塞，莉莉也不是善茬，竟然知道咬断老卡的颈动脉。此时的莉莉也处于疯狂状态，竟然拿起电锯把老卡也大卸八块。搞完了，莉莉还觉得挺爽啊。随后她回去救出了玛丽，然后她又去照看大卡。可是玛丽这个恶毒女人一旦恢复了体力，不但要杀小卡还要杀莉莉，理由是她不想让警察知道她来过。双方一阵厮杀后，莉莉用射定枪干掉了玛丽。不久天亮了，生猪屠宰场一片狼藉，而门上的公告牌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艾琳抱着娃娃从楼上走下来，她逐一查看了所有血腥的现场，对于父亲和哥哥们的尸体，她竟然无动于衷。此时莉莉抱着大卡的脑袋哭泣着，因为她很内疚的，她利用了大卡喜欢她这一点，才能到屠宰场拍摄到视频，进而发生这些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艾琳看见这一幕还是无动于衷，莉莉不停地道歉。只见艾琳捡起地上的猎枪，莉莉看见了艾琳凶狠的眼神，哇塞，这个让莉莉完全没想到。毕竟艾琳还小啊，求生的本能让莉莉赶紧跑。1秒之后，莉莉背部中枪，毕竟都是散弹，杀伤力有限，莉莉坚持往前跑去。艾琳可没有打算放过她，一路尾随着。莉莉实在跑不动了，只能跪在地上喘气。艾琳把枪管顶住莉莉的脑袋。莉莉做梦都想不到，竟然会被小女孩割喉。影片到此基本结束。俄迪乖乖，我觉得编剧完全脑洞大开了，不但抨击了极端动物保护组织，而且顺带也讽刺了屠夫一家。而讽刺他们主要是借助了小女孩的形象，因为她的前后反差太大，但又具有合理性。毕竟艾琳从小就是在屠宰场长大，见惯了屠杀那些猪的场景，是完全具备这个可能性的。这部片子看得实在太爽了。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